这是军律。活下去。我也毒发了。他所中之毒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所中之毒无药可解，每月毒发时生不如死，需尽快服用解药。解药呢？解药呢？迎亲的队伍很快就到达玉京，解药会一同送过来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雪影，你有办法制出解药吗？我只能制出一些药缓解他的痛苦，让他没有那么难受。有劳林姑娘了。你别傻站着，跟我走，打个下手。好。你当真有办法缓解王爷的毒发之苦？那是自然。本姑娘5岁尝百草，10岁学四诊，13岁便习得我父亲的全部医术，向来药到病除。你竟敢怀疑我？对呀，你真有这么厉害？当然了，我一个人撑起这偌大的正殿山庄，凭的可不是嘴上功夫。也对，肃杀大皇子能放心你给一笑看病，你应该还是有那么点本事。一笑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。你的毒是怎么来的？这么严重？你还是你，跟以前一样，心里有疑惑，打破砂锅要问到底，根本藏不住事。我中的毒是一个秘密。还记得你第一次见我毒发的时候，你就追着我问缘由，我不肯说，你就不死心的一直问，一直问。所以，见过娘娘。起来吧。尽快替我除去一个人。娘娘要杀谁？锦绣国的一名女子，叫傅一笑。可是那大皇子带回来的女仆，怎么迟疑了？不敢动凤随哥的人。我荀家虽然与娘娘是远亲，但是这些年蒙受娘娘的大恩，能为娘娘效力，是末将之幸，也是我荀家的福分。此事只能成，不能失手，也绝不可让任何人知晓。请娘娘放心。庄相，庄相，总算来了啊！庄相，庄相，天子脚下，你堂堂鸿胪四卿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大皇子他说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计划，他说联姻成了之后，想要镇南王留在肃杀。说清楚。他想让镇南王入赘肃杀，当肃杀的赘婿。陛下，沈务去找过你了。是。想必你也知情了，那就说说，你怎么看？
老臣以为将镇南王强留在我们肃杀，实为不妥。是锦绣提出的联姻，我们同意了。可双方谁也没说过，一定得是锦绣镇南王娶走我们肃杀公主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大可以提出让镇南王留在我们肃杀当赘婿。庄相，我说的可有问题？莫说两国联姻，即便是民间的婚事，素来也是男子迎娶女子，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规矩。谁定的规矩？大皇子，事关两国政事，还请以大局为重。婚事并非是战事，不需要决胜负、分输赢。你说对了，我还真是为了顾全大局，才让夏进士留在肃杀的，不违背联姻之约，不毁两国太平，百利无害。不可。有何不可？如今两国刚停战，你欲将夏进时扣在肃杀，岂不是要战火重燃？镇南军没了夏进士，锦绣镇南王的迎亲队伍即将抵达玉京。锦绣镇南王的迎亲队伍即将抵达玉京。你何时写信给了夏敬言？3日之前，推算10日，夏敬言应当是在昨夜看到的信。这是臣的传书内容，一字不差，请陛下过目。念。镇南王文韬武略，天纵之才，余观镇南王景兴凤髓，虽宋玉难向其背，纵公瑾亦难比肩。余父皇常言，得家婿如此者，胜得天下10万名士。爱之惜之，尤胜骨肉。况夕阳无妹，帝之爱女，常侍奉父皇于病榻之侧，贤孝才德，当世罕有。帝不舍无妹远嫁，亦珍重镇南王英才。玉京胜礼，洪宅良田以为馈赠。希望镇南王长留肃杀，父女相伴，兄弟相亲，夫妻相和，以全圣地敦睦两国之心，肃杀上下敬仰镇南王之情。万请圣地斟酌，应允欲成。不容易，不容易呀！写这等盛赞镇南王的话，你也算是能屈能伸了。朕这满朝文臣里也找不出几个比你更能吹捧夏进时的人了。多谢陛下嘉奖。你好大的胆！陛下不如等锦绣圣地的回书到了，再看看臣此举是不是大胆，算不算冒失。你倒是沉得住气，看来你知道夏敬言会如何处置了。他会答应的，甚至夏敬言还会添一把火，来促成夏进时入赘之事。毕竟，无论是对于我们，还是对于锦绣圣地而言，将一个拥兵自重的镇南王留在肃杀，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想来夏敬言看到这封信时，心情应该不错。信一寄出，便是覆水难收。这水落在夏进时身上是天降祸水，但落在我肃杀，便是一场甘霖。可你自作主张，扰了两国大政。陛下曾教诲，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，这也是臣深思熟虑、分析利害之后才写的书信。行了，别拿这些冠冕堂皇的。城楼上，多谢你。你无事便好。听说你对我曾经的同袍下手，是。你为何不由分说就这么做？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饶他一条狗命。我不对他施以惩戒，以后岂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我府上撒野？况
况且你如今是我的人。话说清楚，我从来也不是你的人。你还能嘴上不饶人，看来没事。当初你不杀我，要与我合作，不就是让我尽快恢复之前的记忆，好帮你查出肃杀之中谁人通敌？可今日为何偏偏要阻拦？我可以等你慢慢想起，我有的是耐心。你有耐心，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。毕竟失去记忆的不是你，你根本就不懂我的感受。我现在很痛苦，思绪非常的混乱，我需要有一个人帮我梳理梳理。我不能让你去见夏静时。我不是在与你商量，我也没有与你商量。一向那么要强的性子，如今却弄丢了他最引以为傲的剑术，他该有多痛苦？王爷，您快下令吧！就算掀翻整个玉京城，我们也要将一笑救出来。伤还没好就忘了他，现在是冲动的时候吗？你别忘了，咱们是来做什么的？核心能有一笑重要吗？核心要是出了岔子，盛京城的圣地马上会免了王爷的兵权。你这点都不懂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一想到一笑正处在龙潭虎穴，我简直如坐针毡，我怎么可能冷静？我正在考虑将营救一笑一事放到明面上来。啊，王爷是说让肃杀国主下旨放人？对呀，两国要和亲，那理应放回我们的人啊。可咱们才刚到肃杀，就提出放人的要求，难免会让人揣测王爷提前来此的真正目的。王爷提前来此，可以是为了和亲，为了两国止戈，为了彰显锦绣的诚意，可万万不可是为了一名女将。没错，此事不可操之过急。我会找机会向肃杀提出放人。如今一笑什么都不记得，他为何会留在凤随哥身边？这其中一定有他的苦衷，要想办法见到他。有一位女子，不仅上了战场，还成为远胜男儿的豪杰。她叫什么名字？锦绣女将傅一笑。尝尝这个，这是我派人。你我好不容易才放下芥蒂，说好了要一起合作查明真相，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该成为我们俩之间的阻碍。我知道你想去见夏静时，是想通过他的讲述看能不能尽快恢复记忆，但是你要明白，任何人向你讲述的记忆都未必是真实的。我不让你去见他们，没有其他的想法，就是怕你会被人利用。我自有我的判断，不会轻易被他利用的。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。你怎么可能懂？毕竟失忆的人又不是你。我只希望你可以尊重我的意愿。在锦绣镇南关，有能力且有机会伤你的人屈指可数，这其中就包括夏静时，还有你那锦绣三杰之中的2位兄弟。我是不想你去轻信任何人。那我就该信你吗？我当初同意与你合作，你曾答应过我，我若想走随时可以。可是如今我不过是想去见夏静时一面，想要了解一下情况，你却百般阻挠，我怎能信你？你我既然是合作关系，那便有着共同的目的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呢？既然是合作，那你我就是平等的。我不是你的属下，你也无权替我做决定。你担心我去见夏静时，
是不是害怕我见了他之后归心似箭，想起从前的事情就不与你合作了？我若回去了，你便前功尽弃了。原来你是这样想我的，不然呢？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去见夏景时。哎，你说咱们殿下为什么不让叶小姑娘去见夏景时啊？为什么要见？为什么不啊？见了他对咱们殿下有什么好处啊？有什么坏处啊？你知道他如果见了夏静时，想起了什么，恢复了记忆，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他恢复记忆了。那他不就想起来咱们殿下是他的敌人了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他恢复不恢复的，咱们不都是他敌人吗？不是，你见过咱们殿下对哪个敌人这么心慈手软吗？那倒没有。是啊，你也看到了咱们殿下这些时日对他态度的变化。如果说一开始咱们殿下是想要利用他，那么现在绝对不会是利用这么简单。怕就怕在咱们殿下想让他尽快恢复记忆，又怕他什么都想起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如果真的什么都想起来，她就不再是一笑姑娘，而是锦绣三杰府一笑，是要与殿下决一生死的女将军。想太多了。咱们殿下向来都是以大局为重，什么时候会被这些儿女情长所左右啊？就算是这次咱们殿下陷入这个儿女情长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呀。你好看，你小姑娘还挺不错的。一笑姑娘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客气了？客气吗？啊？傅一笑，一笑姑娘，挺顺口的。在尸体上搜到了这个腰牌。这是暗卫的腰牌。锦绣之中，谁能调动暗卫？王爷能调动。除了他，还有谁能调动？就只有萧参军了。对着天地做我的翅膀。若命运不忍，也莫怪我轻狂。以为此生如孤帆流浪，却恰逢你与烽烟长相。仿若一阵昙花落我眼眶。正祥4年秋末，萧蔚然被敌军所俘，你携麝月宫一人独闯敌营，将他救出。我在平陵城中调查死士营据点，在其中一处将你、蔚然和宁妃救下。而后，我将死士营各处据点悉数铲除。这儿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死士营被剿灭后，你加入了镇南军，我们成为彼此信赖、相互依靠的袍子。正祥5年夏，我们在镇南关外遭遇肃杀敌袭，肃杀军数倍于我方，队伍很快就被打散了。后来我俩被围困，是你陪我浴血奋战到最后一刻。你想，因为有你，我夏金石才能够活到今天。既然我是在平陵一战后被人一箭射落悬崖，那所有的变数都应始于此。为何他在此处
却只留下寥寥数笔。殿下，一小姑娘一早走了。走了？她说要去正念堂找林少庄主，属下不敢阻拦。哦，对了，她还让我把这个交给殿下。这是一小姑娘今早亲自去灶房抓的，我以为她是要抓给那些孩子，结果她说让殿下留着玩，属下也不知道她是何用意。还知道给本皇子传话，这才有点合作的样子。哎，什么流话？咱们殿下方才是何意啊？考考你，蛛丝马迹里边的马，什么意思？不就是咱平日里骑的马吗？是造马，这把答案都放你面前了，你都不知道？哦，哎，原来一小姑娘用这个给咱们殿下当暗号呢。嗯。我们肃杀已经拿出了很大的诚意，你们锦绣是不是也该拿出一点诚意啊？平陵河西12县原本就是我肃杀的国土，只是因为连年征战，才导致官不修衙，客不修殿，百姓更是苦不堪言。现如今两国握手言和，什么都不记得，那你我之间过往的一切呢？你我共同经历生死的一切，你都不记得了？既然是两国联姻，那这12县就该一人一半。一人一半？这不可能，绝无可能！谁家闺女会把房屋田产分出去一半啊？这12县一分一毫我们都不会相让。那你们肃杀这般，也叫有诚意吗？我，镇南王，您倒是说说呀！一笑虽然在凤随哥的手里，但终归算是俘虏，也许可以从此处下手。好，王爷，这不可。来之前我已请示过圣帝，为促成两国联姻，我们锦绣会做出最大的让步。王爷，就按你们说的做。多谢镇南王。不过，你们肃杀国主之前答应过归还俘虏一事，这事儿我已经在办了呀。我说的不只是战场上被抓的那些俘虏，还有一名俘虏，她是我锦绣女将，她叫傅一笑，如今就关在玉京城里，还希望贵国能尽早将人还给我们。这个好说呀。既然陛下已经下了圣旨，王爷无非是多要一名俘虏而已，这件事情就包在我沈务身上了。那我就提前谢过沈大人了。陛下，我的陛下哟！您就这么想要我的小命啊？我就算是有9个脑袋，我也不敢带人去大皇子的府上提人啊！此消息一经传出，鸿胪寺就已经有7位大臣称病，3位大臣告老还乡。再这么下去，鸿胪寺就没有人了呀！不如这样，你也告老还乡吧。陛下，您就发慈悲，再下一道圣旨吧。是你答应的下禁时，又不是朕答应的，要朕下什么旨啊？陛下，老臣一心为国，您就这么想要老臣的狗命吗？行了，一国大臣耍起了泼皮无赖，你看看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？答应归答应，能不能将人带走，看他们锦绣的本事了。沈大人，请回吧。多谢陛下。老奴方才算是有些明白了，为何大皇子要将那女将留在身边。
那你说说，夏敬时和那女将看样子关系匪浅，大皇子是想用那女将掣肘。掣肘？哼，太被动了，这不是他的性子，他是想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用这女将把水搅浑，趁势浑水摸鱼，继而摸清两国联姻背后的勾当。两国联姻，西洋公主是同意的，大皇子也没有再说什么。您的意思是，大皇子还留有后手？他妹妹答应不答应不重要，他不答应，就算是杀了夏敬时，他也会去阻拦。朕要是强迫他，他就算是一把火烧了朕的皇宫也不稀奇。什么都敢干，却也有自己的原则。这才是我的儿子。陛下所言极是，大皇子最近表现的确实太过平静了。拭目以待吧。